容易啊，不容易。我总算是在国庆假期收到了在官方渠道购买的 iPhone 13 Pro Max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呢，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开箱啊。它这个寄过来的时候呢，是一个牛皮纸箱，把这个撕掉，给它打开了。那我这次购买呢是一个蓝色的版本，也就是远峰蓝啊。然后容量的话是1TB，因为我用来拍视频嘛，所以说肯定是内存越大越好。正常使用的话，其实不需要用到这么大的一个容量啊。那么包装盒就是这个样子。现在苹果追求环保，都不送充电器之后呢，盒子的体积就会被压得非常的扁平啊，这样子呢，它的运输成本就能被大大的降低，是不是？然后包装盒没什么好看的，这次也估计也是为了环保，就没有外面那个塑料膜的哈，它是上下啊有这种像是小纸条的东西吧，然后我们给它撕掉。好，我们来打开盒子看一下，这个阻尼感还是挺不错哦。可以看到里面这边就是一个纸壳子啊，没什么好说的。然后这个是手机本体，放到一边。然后下面呢，这边是充电线，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说明书啊、卡针什么的，这个就没啥好说的了。OK， 那么我们把手机正面的这个膜给它撕掉。哦，可以看到。这就是 iPhone 13 Pro Max 远峰蓝版本。这个蓝色呢，其实如果光线暗一点的话，我觉得更像是灰色，因为我个人其实是很喜欢蓝色的。然后它侧面的这个不锈钢的边框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反光度还是很漂亮的。但是这也是指纹收集利器。然后背面呢，和去年的12 Pro Max 对比一下。尺寸差不多哈，然后也都是这种磨砂的玻璃，但是可以注意到今年它有一个最大的改变，可以看到摄像头模组很明显，这次13是变得更大了，对吧？而且突出的程度也更多，你看差这么多呢，能看到吗？总之，如果只从背板上来看的话，其实设计上的改变并不大。如果你今年不买这个远峰蓝新配色的话呢，别人是很难注意到你买了新的 iPhone 的哈。那么左边打1，右边打2，你觉得哪个更好看呢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观点。然后今年这个重量也是增加了不少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是12 Pro Max 裸机的重量236克，那么如果换成今年的13 Pro Max 呢，240克，好像也没重太多嘛，对吧？OK， 那么下面我们来开机。这个 Apple logo。那么现在手机已经激活了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跟这个12 Pro Max 比呢，在屏幕上最大的一个肉眼可见的区别就是，这次的刘海儿，我们对比一下，看是缩小了吧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并没有缩小太多啊。说实话，就是在现在已经有挖孔屏，包括有屏下摄像头的出现的时候。iPhone 还是依然坚守了这个大刘海，确实，不是很好。而且你看它这个刘海面积缩小，其实两边的显示也并没有变多。你现在依然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电池百分比的，你还得把它拉下来才能看到，是吧？所以说，这个刘海缩小了个寂寞啊，我觉得。然后还有一大改变就是这次13的屏幕终于是支持高刷了啊，我们可以跟12的对比一下，如果我们同时滑动的话，能不能看出来区别？右边会更顺滑一点，而且它这次。是自适应刷新率的啊，就是这个做的还挺好的。那么我上手感受一下，还可以。高刷果然是用了一旦就回不去的啊。相机部分也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升级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它首先现在是里面内置了多种这个模式，像这个是标准，然后像高对比度、高饱和度什么的，底下都是可以自己调这个色温的啊。之前好像是没有的。然后它，还有一个就是电影效果模式。就是可以有自动的景深的那种东西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简单看一下，就是它这个是实时的运算的这个景深啊什么的，可以看到，我觉得做的还算是比较真实的吧，就是会有一点那种感觉啊。然后比如说，如果我现在让这个人偶回头看蜘蛛侠，它就自动把焦对到蜘蛛侠上面去了，然后再回来，它自动又把焦点回来，好吧，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没有这个边缘的抠图，我觉得其实噱头的意义大于实际使用意义，因为这个效果真的，反正至少跟它发布会上演示的那个视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吧。
那么今年相机其实还有一个升级啊，就是首先它的这个长焦端从去年的 Pro 的2倍 ，Pro Max 的2.5倍变成今年的3倍啊，可以看到。那如果你想拍下这个物体用长焦端的话，你可能需要后退更长一段距离才能够拍得下啊。另外呢，就是它这次的超广角可以看到，整个镜头的进光量是有提升的，所以说这个噪点啊什么的。就没有那么多了啊，易用性呢会好一些，而且它这次超广角其实还是支持微距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哦，你看这个极限对焦对的还是很清楚的啊。同时呢，它这个镜头的切换其实是实时的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把它拉近，你看它自动就切到超广角了啊，包括在你拍视频的时候呢，也是可以用到的。所以对于我们这种视频工作者来说，它这个几个镜头协同运作的时候，包括这个对焦距离比较近能够拍一些玩具的特写什么的，这个我觉得都还是挺不错的。总之，反正就是个简单的开箱啊，因为咱们也不是什么专业的数码测评博主。iPhone 13 Pro Max 呢，我个人感觉就是常规升级吧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很惊艳的地方。就是如果你去年买的是这个12 Pro Max 的话，其实我觉得13真的没有必要升级。你完全可以等明年的14，说不定14在外观设计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飞跃，是吧？但如果你是11我觉得隔代升级还是挺好的。然后 1TB 的话，前面也说过了，如果不是专业的视频作者，其实完全可以不用买的我觉得256、512绝对是够用的了。OK， 那么本期视频就是这样，喜欢视频记得多多给我们3点赞支持一波，同时也别忘了关注或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除了扫描二维码以外呢，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，输入涛哥测评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。另外，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，这样子呢，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你就不会错过了。玩具资讯哪里找？尽在涛哥公众号，赶快关注起来吧。